大家一個問題，你們覺得殺青梗是否適用於鬼滅？經常在網上刷到鬼滅殺青梗的話題，但在這種視頻之下，大家總是各執一詞。有人認為殺青梗可以讓大家喜歡的角色在戲外還能好好活着，所有的遺憾都被彌補，讓那些真正喜歡角色卻沉浸於角色死亡的人走出陰影。比如在無限列車篇中，大哥與伊沃做死戰，大哥明知不敌卻依舊死戰的精神震撼到了我們，所以大多數觀眾直到現在都會為大哥的逝去而難過。而有殺青梗的話，大哥只是在戲內死了，演員並沒有逝去，可能私底下大哥与伊沃作還是好朋友，經常互相切磋，一起吃飯。而那些讓人討厭的反派，也正說明了演員的演技超級棒，在熒幕之外大家都是很好的人。童魔与義勇兩個戲內被討厭的人，在戲外是非常好的朋友，沒有被討厭過，反而很受歡迎等等。鱷魚老師也有玩過殺青梗，因為足夠愛自己筆下的角色，所以更不想讓他們有着這麼慘的結局，一生殺青了。劇本中角色的故事還在繼續，而戲外演員們的故事也不會停下，每個人都會繼續各自美好的生活。殺青不是落幕，而是把相遇的光凝成了星星。那些成長的淚與笑，離別的悵然與勇氣，早已成為心底的寶藏。故事雖暫別，但他們教會我們的溫暖與力量，會一直陪我們走向新的晨光。結束是為了讓美好被永遠記得，也讓下一段旅程更有光亮。而有些人認為殺青梗就是在玷污角色，劇中人物的性格設定基本都是假的，都是一群人照着劇本演出來的，會覺得這種梗只會將喜歡角色的個人魅力、高光以及遺憾通通抹去，甚至一路以來的經歷，為了打倒最終反派而付出的努力全都化為泡影。劇中人物所做的一切都是被設定好的，他們的存在毫无意義，他们所做的事都沒有意義，你所見證的都是虛假。就好比煉獄大哥為保護整車乘客從不後退一步的精神，小忍為了給姐姐報仇以身為饵的決絕，以及活活被吞噬的痛苦，炭治郎一路經歷的挫折，為了達到無慘讓世界上再也沒有鬼而付出的努力，同伴的死亡遺憾都是照着既定的劇本演出來的。可在我看來，這種觀點完全是對他們一路以來所做一切的侮辱。我們之所以為某個角色的死久久不能釋懷，正是因為我們相信過他活過，他的選擇、他的堅持、他的眼淚都不是被寫好的台詞，而是屬於他自己的意志。如果我們用殺青去解釋這一切，等於否定了他們存在的意義。會殺隊的信念、柱的驕傲、無慘的殘酷、禰豆子的掙扎，如果這些都只是表演，那我們究竟在為什麼感動？為什麼憤怒？為什麼落淚？那殺青梗到底適用於鬼滅嗎？其實我們不需要爭個對錯，對於部分觀眾，殺青梗是一種情感出口，它讓我們在殘酷的劇情之外找到一絲喘息的空間。我們太愛這些角色，不忍看他們永遠困在悲劇的循環裡，我們寧願相信他們在另一個時空活得輕鬆，笑得真實。但对另一部分人來說，接受殺青梗就等於接受了一切發生的事項都有既定的劇本，角色的死亡不再具有重量，犧牲不再具有力量，成長也不再具有意義。這是一種對敘事信任的背叛。因此，無論是選擇相信他們已在另一個世界歡聚，還是選擇銘記他們卻在此地戰鬥並長眠，其本質都是我們對於那個名為鬼滅的世界最深切的愛與回響。